欢迎来到我们的最新的专题解析。今天我们要直击神经优化领域里最让人兴奋的突破之一。你可能早就听过美对身体有多重要，对吧？但科学家最近发现了一个关于美跟大脑之间简直像科幻小说般迷人的秘密。我们今天要来彻底拆解一款被誉为神经骇客等级的新型载体 L 苏糖酸镁，或者我们简称它为 MGT。准备好跟我们一起升级大脑知识库了吗？开始了。好，我们直接切入重点吧。这是一个卡了神经科学家好几十年的大谜团。很多人为了健康，每天吞下一大把的镁补充剂，心想，我的大脑现在应该电力满满了吧？但残酷的真相是，就算你吃下再多的镁，你的大脑字面意义上可能还是处于极度挨饿的状态。这听起来超矛盾的，对吧？为什么我们吃进肚子里的营养，大脑却根本吃不到？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平常吃的传统镁盐，像是氧化镁或是柠檬酸镁，它们进到身体后会在周边血液里开心的循环，这当然很棒，因为它能精准解决你半夜腿部抽筋或是恼人的便秘问题。可是重点来了，即便你血液里的镁早已经大爆满了，你的大脑实质内部却依然极度缺乏镁离子。简单来说，这些传统补充剂在你的身体其他地方畅通无阻，却唯独被大脑狠狠拒之门外。为了搞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的解析会带大家快速走过这几个重点。首先是隐形的危机，再来揭秘 MGT 专属的特洛伊木马机制，然后看看它是怎么逆转大脑年龄的。接着我们会进行一场迷思与真相的对话，探讨它在大脑之外的惊人好处。最后绝对不能漏掉安全与法规的红线。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部分，隐形危机。到底为什么传统的镁补充剂会彻底失效呢？想象一下，大脑就像是一个只招待顶级 VIP 的超级私人俱乐部，而站在门口那位极度严格的保镖，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血脑屏障，简称 BBB。这是一道非常聪明的生理防线，用来挡住血液里的毒素跟病原体，保护大脑。但问题就在于，保镖实在太尽责了。传统的镁盐对他来说，就像是没有 VIP 邀请函的路人甲。不管你在门外排了多少人，喊得多大声，血脑屏障就是2个字：不准。那我们该怎么办？这就来到了我们的第二部分，特洛伊木马机制。我们该怎么跨越这道严苛的生理屏障呢？这边的运作方式真的超级天才。既然硬闯行不通，科学家灵机一动，决定把 MGT 当成一套高科技的主动递送系统。首先，镁离子会跟维生素 C 的代谢物 L 苏糖酸紧紧绑在一起，形成稳定的结构。接着，神操作来了。大脑虽然不随便放人进去，但它超级需要葡萄糖来当作能量。MGT 利用它特殊的构造，简直像是披上了一件伪装成葡萄糖的外衣，成功骗过了负责运送能量的转运体。最后，就像特洛伊木马一样，大摇大摆地跨过血脑屏障，把大脑最缺的镁离子直接送进脑脊液跟神经元里面，真的是太聪明了。顺利潜入大脑后会发生什么事？这就是第三部分，逆转认知年龄。让我们来看看 NMDA 受体机制。从临床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接下来发生的事真的会让人起鸡皮疙瘩。7.5年，没错，在一项为期6周的双盲试验中，一群健康的成年人连续服用 MGT 后，他们的工作记忆跟情境记忆竟然大幅提升。算一算，他们大脑的估计认知年龄平均整整年轻了7.5岁。这完全不是魔法，而是因为 MGT 精准命中了负责我们记忆的总部，也就是海马体跟前额叶皮质。你可能会好奇，这到底怎么办到的？把大脑里的 NMDA 受体想象成神经元之间的电压闸门。当你的大脑在休息，没有在学习的时候，镁离子就像是个塞子，会把通道堵住，帮你过滤掉那些不必要的背景杂讯，保护细胞不会因为过度兴奋而发炎或死掉。可是，当有真实的学习刺激进来时，这个闸门就会瞬间啪一声精准打开，让大脑启动长期增强效应，也就是我们说的 LTP。MGT 的超能力就是确保这个闸门在该关的时候关得紧，该开的时候开得超级快，这就是突触可塑性变得这么强的秘密。了解了这些硬核科学后，进入第4部分，迷思与真相。我们来聊聊大家关于大脑抗衰老常犯的误区。我知道很多人不管是为了长寿还是优化大脑，心里都有一个很直觉的迷思，
既然我的大脑缺镁，那好啊，我就去买最便宜普通的镁，每天吃平常的2倍、3倍。靠着这股人海战术庞大的剂量，总有一天它会累积到破门而入，进到大脑里吧？这听起来是不是蛮有道理的？但让我以神经优化专家的身份告诉你，完全错误。实际上，生物学从来就不吃暴力破解这一套。高度选择性的血脑屏障，才不管你吞了几百颗普通的镁，它只看你手上到底有没有正确的钥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暴力的剂量，而是必须依赖像 MGT 这样专属的特洛伊木马主动递送系统。没有对的钥匙，门就是永远不会开的。接下来是第5部分，大脑之外的效益。它在睡眠、疼痛控制跟整体生理优化上也有着惊人的表现。你以为它只能让你变聪明吗？当全身的神经系统都被 MGT 优化后，好处简直是全方位的。首先是睡眠，它跟一般安眠药完全不一样，不会强迫你昏迷镇静，而是帮你调节自主神经，自然增加深层睡眠跟 REM 睡眠，顺便大幅提升你的心率变异性，也就是 HRV。再来，它竟然发挥了强大的神经保护作用，让晚期癌痛患者的吗啡需求量一口气减少了将近50%，而且没被大脑吸收的 MGT 留在肠道里，还能透过局部的渗透压，顺手解决掉阿片类止痛药带来的严重便秘，这根本是一石三鸟的生理大升级呀！不过，任何强大的工具都伴随着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则。进入我们的最后一部分，安全与法规界限，这几条红线大家一定要抓紧。所以最关键的一点在于 ，MGT 这个复合物里面真正具有活性的元素酶，其实只有少少的7到8%左右，剩下的92%以上都是 L 苏糖酸复合物。这意味着什么？这代表，如果你要达到临床上每天144毫克元素酶的有效剂量，你吃下去的总重量其实要蛮大的，大约要2000毫克。所以在挑选时，一定要仔细看标示上的元素酶剂量，并且尽量找有 NSF 或者是 USP 第三方验证的来源，避开有争议的添加物。这里我要非常严肃地提醒大家，在药物交互作用上，有几种情况是绝对的禁忌。第一，如果你患有中度到重度的慢性肾脏病，绝对严格禁止服用，因为肾脏排泄功能不好，会引发非常危险甚至致命的高镁血症。第二，如果你正在吃4环素类或是喹诺酮类的抗生素，或是治疗骨质疏松的双磷酸盐类药物， MGT 会跟它们产生不可逆的反应，直接让你的药物彻底失效。记得服用时间一定要严格拉开，至少2到4个小时。另外，对于我们在台湾的观众，我们必须很客观且直接的说明一下现在的法规现实。截至目前为止 ，L 苏糖酸镁在台湾还没有被卫福部食药署核准，它还不在可供食品使用原料目录里面。这代表在台湾，这项成分是不能合法当作一般保健食品来生产或贩卖的。这其实也凸显了最前沿的科学发展跟现有法规之间无可避免的时间落差。我们在追求大脑极限健康的同时，也务必清楚并遵守所在地区的法律规范哦。好的，从破解血脑屏障的终极门径，到一口气逆转7.5年的大脑认知年龄 ，MGT 真的是展现了什么叫做神经骇客的惊人潜力。但科学家可没打算就此打住哦。想想看，随着未来的无创脑部影像技术越来越强，我们甚至能直接看见活人脑袋里镁浓度的即时变化。当我们可以这么精准地测量，甚至调控大脑里的每一个微观元素时，人类生理跟心智优化的下一个新边界到底会在哪里呢？希望今天的深度解析有为你带来满满的收获与震撼。我们下次见喽。